种下了自由的种子，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，带走了故乡的尘土，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。前路漫长，却不离不弃，风沙吹我脸颊，越痛越向前而去，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，任水送走这别离，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。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，奔跑迎接着风雨，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。来，坐，请坐，请坐。我们的油泼面怎么样？没辣到佛爷吧？很好吃，酸甜苦辣咸，本就是人间五味，我都该尝尝。好。今天在机场啊，一见到佛爷，我就感到特别亲切，像老朋友一样。我们间接打了很多次交道，很多次从赵寿山主席、范明代表那里听说到您对我们的关心，一直想见您，今天终于如愿了。我也是啊，就和平解放西藏的问题，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已经派遣代表赴京去谈判了，而您愿意在和平解放西藏上做出贡献，这是大慈悲心呐。我最近在学习研读贵党的政策，你们有些精神和说法与我们佛家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哦，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嘛。比如你们所说的为人民服务，在我看来就是普度众生。说得好，说得好，我能感觉到啊，您是非常爱国的，这是我们坐在一起的基础。所以，佛爷进京之前有什么想法，直接跟我讲。我从青海过来，已经看到了不少情况，这和以前是非常不一样的，让我很感动。既然我们是朋友了，我们就要开诚布公。您到底怎么想的，您就直接告诉我。回西藏。是啊，两世班禅，由于历史原因被迫离藏20多年了，回到西藏才是您最大的心愿。您放心，我一定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央，帮助您回到西藏，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是我们党的责任。我们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来完成您这个心愿。谢谢习书记。只是啊，我还有一点个人的建议。您请说。请恕我直言，就目前的情况啊，佛爷回西藏的事宜还不能太操之过急，应该再放一放，等一等。请您指教。我认为啊，还要等西藏完全解放后，或者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之后，才是佛爷回到西藏的最佳时机。而且我还建议啊，你要注意处理好和前藏的关系。习书记说的很有道理，您觉得我怎么做可以更好呢？我只是建议啊，我认为佛爷的胸怀度量还可以再大一些。如果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顺利达成协议之后，您是不是可以主动一些，可以主动给达赖喇嘛发封贺电？
我明白了。能听您的教诲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我年纪小，在政治上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，我要多多向您请教。您以后就是我的老师。佛爷太谦虚了，有志不在年高嘛。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，好朋友之间就不要客气。你有任何问题、任何想法，我们就随时沟通。能和您成为朋友是我的荣幸，也是我的荣幸啊。伯洛，习书记，熊经理到了。哦，熊经理，嗨，习书记，欢迎回来，欢迎您回来呀！快请坐。一路奔波，辛苦了。好，谢谢。熊经理啊，因为我们的同志对您的不尊重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我作为西北局的书记，我也有责任，我要向您道歉了。哎呀，习书记，您言重了。时代变了，形势也变了。我是一个企业的管理者，我不懂政治，没有把沙场管理好啊。您可不能这么说呀！这件事情我已经了解清楚了，确实是我们的同志工作方式方法不当，既让您受了委屈，也让沙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。咱们沙场可是西安建立最早、规模最大的现代纺织企业，而您又是大华沙场最早的元老，建厂之初就是纺织科长，可以说是为这沙场呕心沥血，消耗了大半生的精力啊！要我说呀，这沙场就像您的孩子一样啊，甚至比对孩子付出的都要多得多。这些往事，不提也罢。提与不提，这都是事实嘛。而且，在抗战时期，大华沙场啊，每个月为部队供应3万匹布料。后来日军轰炸沙场，您又作为副厂长冲在一线，组织工人救火，这才把沙场给保了下来。足以说明您就把沙场当成自己的家一样了。习书记，说到这里，我真应该感谢你们呐！是共产党在当时及时出手，把我们沙场的设备都运到了山里，保护了这些设备。所以说我们一直是朋友嘛，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更是。习书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您这么大的领导，能够对我们沙场，对我区一个沙场的经理了解得如此之深。那是因为啊，咱西安可不能没有大华沙场，而大华沙场也绝对不能没了您。所以这次回来，您还有哪方面的顾虑，有啥想法，啥要求，我都希望您能开诚布公地提出来。习书记，现在这个因为员工的流失啊，沙场停工停产，现在要恢复生产，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。这个我们也想到了，所以呢，我跟西安市政府开会讨论过了，我们准备啊，给大华沙场提供一笔无息贷款，以应对因为过去这段时间停工而带来的困难。另外，我们也了解到，大华的职工们生活条件非常困难，我们还协调国营面粉厂为大家准备了一批低于市场价的面粉，帮助大家渡过难关。习书记，真是谢谢您了。而且我们已经决定了，撤销对大华沙场的军管，由您来全权主持大华沙场的工作。所以您看，您还有哪些方面的顾虑？习书记，
我完全没有顾虑了。我熊某人简直是无以言表啊，视为知己者死。这次回来，我就不走了。啊，我还想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一篇公开的声明，题目就是“信任政府，发展生产”。我想号召大家排除顾虑，恢复生产。那就太感谢了，熊经理啊！以后遇到什么问题，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意见，你就随时来找我。我呢，在这儿随时恭候大驾。谢谢习书记。来了！书记收回来了，大家回来了！熊经理，熊经理，熊经理，你回来！回来了！哦，小海，你们都回来了！太好了！您回来了，咱们就都回来了。太好了！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熊某人，谢谢大家。工友们，我们大家一起同心合力，把我们的纱厂生产搞上去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副代表，给你讲几句好。谢谢大家不计前嫌，你们回来，我们大华纱厂又可以恢复往日的繁荣，我们一起造福社会，造福人民，好不好？好。熊经理，咱先进去吧。好，请。请，主席。班禅先生到了，欢迎啊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。谢谢，也祝班禅先生万寿无疆啊！怎么样啊？北京的天气还习惯吧？习惯。我从西宁出发，一路经过兰州和西安，都受到了很高规格的接待。习仲勋书记还特意来机场迎接。昨天，周恩来总理已经热情地招待了我。今天能见到您，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。来，请坐吧，坐。在历史上啊，西藏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过去清朝政府实行羁縻施压政策，这是反动的，不好的。但是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维护了国家的统一，没有让西藏被帝国主义给霸占去，在这一点上还是要肯定的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我们实行民族区域自治，我相信这个制度啊，可以引导西藏地区繁荣发展。我希望班禅先生在这方面可以多发挥一些作用啊。周恩来总理已经指示，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谈判中，要十分尊重并充分听取我和堪布会议厅主要成员的意见。我们为此非常感动，希望这次北京的谈判可以真正解决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要好好谈呐！啊，有问题就摆在桌子上，可以争论，也可以吵架，但是不能分手啊！我们是一家人，家人有问题可以商量着办嘛。
要谈出团结，谈出进步啊！我会尽自己最大诚意和努力，帮助达赖喇嘛方面的代表打消疑虑，尽量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。好啊，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家庭，欢迎你们。谢谢毛主席。仲良同志，突发事件，今晚，昂拉部落的千户向迁，勾结马步芳残匪，公开袭击我贵德县人民政府，打伤贵德县公安战士蒋福友、魏太平等人。向迁，同时还大肆抢掠商旅，号称他是反共救国军的第2军军长。他这是要正式和我们决裂了。看来谈是不可能了。这个事情很严重啊，但是西北局给我们的命令是以谈为主。这样吧，我给习书记汇报一下。接西北局。仲良同志，大家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是现在呢，涉藏地区人民本来对我党和解放军不够了解，敌方特务也正在利用这一点，大造解放军要杀害藏民百姓的谣言。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武力剿灭，这不仅会使得敌人的误导言论坐实，给涉藏地区的解放工作也会增加更大的困难。习书记啊，向前现在已经野心毕露，而且彻底和我们决裂了。再一个，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，他不光和台湾有联系，而且还接受了台湾的任命。我们青海省委的建议啊，应肃清教，以绝后患。我认为呢，还是应该以劝降为第一选择，因为这不是消灭他一个向迁的问题。昂拉部落不大，只有几千人口，要剿灭那还不容易。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办。这个向迁啊，祖上都是官僚出身，与周边地区头领的关系更是千丝万缕。如果我们攻打向迁，会对周边的头领也带来很大的影响。难道我们要一路打下去吗？所以说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只能采用劝降的方法。这也是我们针对涉藏地区，甚至整个西北民族地区的总方针，绝不能因小失大呀。好，执行西北局的指示。现在啊，中央政府马上就要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17条协议，甘宁新还有大片的民族地区也正在谈判，甚至是已经解放的地区，也都是立足未稳啊。所以绝不能让向前一个部落去影响了整个全局。你们呢，还是要继续想办法去劝说。比如说，咱们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，他就是藏民心目中的信仰之尊嘛。你们啊，也要想办法，请这样有影响力、有威望、有能力的人，再去做向前的工作。好的，我尽快安排。那就这样。相公大人，成乐活佛到了。快快有请。千户，伯爷，请上座。青海省政府派来了协商委和财经委的领导，还有塔尔寺的法台夏荣干部也来了，他们在2楼等您。伯爷，您不用管他们，他们来了又能怎样呢？千户，您听我一句。伯爷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现在台湾国府任命我为反共救国军第2军的军长，我不会跟共产党走一条路的。
管家，让他们回去。千户，事情还是搞得不要太大。佛爷，来，您请坐，请坐。您不用对这群共产党太热情，他们只要进了我们安拉部落，就会拆我们的庙宇，杀我们的兄弟。所以，我绝不会见他们的。班禅先生好。赵主席好，赵主席您请坐。请喝茶。班禅先生，您从北京回来，习书记特地让我来看望您。他说，达赖喇嘛方面在给您的电报里说得很好，他为你们的和解感到高兴。你们回西藏的时间，中央已经同意了。回西藏的准备工作还有什么需要的，您随时告诉我。赵主席，小事我就不打扰您了。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扎西伦布寺的僧俗群众多次发电报请求我尽快回去。习书记特地让我转告您，他非常理解您的心情，但为了保障安全，万无一失，必须组成先遣部队，保证沿途的安全后，你们再出发。到时候，习书记会代表西北局和中央人民政府亲自为你们送行。关于进藏准备工作，我没有意见。习书记和西北局考虑得太周到了，这么短时间内还要组织起这么庞大的队伍，我的感激之情难以用语言来表达。您回西藏是件大事，我们希望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够圆满顺利，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西藏内部的团结。我一切听从中央的安排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棘手的事情，希望您能帮忙。愿意效劳。青海有些地区的藏族群众对我们共产党还是有些误会，他们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教唆，发生了一些叛乱事件，比如昂拉千户、向切公开发动武装叛乱，造成很不好的影响。习书记、张治中副主席希望您给向谦写封信，让他放下武器，转向人民政府的一边。赵主席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可以试一试。但向谦这个人我知道，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。我建议你们还可以让喜饶嘉措大师贡当仓活佛能出面做他的工作。您的建议很好，我马上向西北军政委员会报告。我这次来，习书记特意带来一台收音机，送给您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可以经常听见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大师，千户，这样不行呀！几十号人物在府外站着，你几次三番避而不见，到时候惹怒了他们，
解放军大部队来了，吃亏的是我们呀！吃亏？佛爷，这是俺拉的地盘啊！他们要是想围剿，早就打来了，还不是怕了我？你看，他们还不照样天天在大太阳底下晒着球攒呢？我看呐，他们比那骆驼的性子还蔫儿。骆驼急了也会吐口水。政府已经第8次派人进行和谈，他们还带来了班禅佛爷、塔尔寺僧众，还有省政府各位主席的信来。千户，连班禅佛爷的信件你也能置之不理吗？佛爷，他们已经被蒙蔽了，当了共产党的说客。那17条协议，我看也不过是一堆废纸罢了。废纸？那不是废纸，他们已经明确表示了，只要你能和外来的土匪脱离了关系，捕捉匪首，协助解放军肃清安拉区内的土匪特务，撤逐岗哨，平回公事，让安拉的百姓安居生产，人民政府就会保证您个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。就连您千户和省协商会的委员这些职务都予以保留啊！佛爷，您到底站在哪一头呢？我可是在保护你们寺院和僧众呢，您不能帮着他们说话吧？我昂拉部落哪来的土匪和特务？我看被我罚站在门口的那些人才是匪特。您怎么这么说他们呢？他们是过来帮您的，为了不动干戈，宁受奔波劳苦，甘忍如此折辱。天底下有这样的匪特吗？向前千户。真乐活佛，怎么样？他肯见吗？你们呀，还是回去吧。千户，他说不通的。千户这个人欺人太甚，这都第8回了，他还是这么冥顽不灵。马良同志，马良同志，马良同志。马良同志，要不咱们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没关系，我们再等等。报告，习书记，顾林同志到了。哦，习书记，顾林同志，坐，坐吧。哎，坐。对于撤销了大华沙场的军管，你是什么看法？我没看法，我服从组织上的安排。好，
那熊经理回来之后，现在大华纱厂什么情况啊？熊经理回来以后，采取的措施还是很有成效的，工人们的热情度也很高，现在产量是直线上升了。最近为了支援抗美援朝，工厂展开了劳动竞赛，还有捐款，工人们都踊跃参加。我看到这样，我心里也很高兴。好啊，所以说呀，专业的事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。熊经理在大华纱厂干了几十年，在管理方面那是行家里手，我们就应该虚心向人家请教学习嘛。那你对今后的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没有？只要能让我继续工作，我就很感激了。哪怕是让我去最远的地方，做最基层的工作，我也愿意。那就大材小用了啊！组织上会把你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上。习书记，没想到我以前犯了那么多错误，你还能给我机会呀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以前为啥总犯错误？说心里话，我一直也没有找到我以前犯错误的根源在哪儿。在我心里，我坚信我们党是不会犯错的，我永远相信党。我坚定地认为，只要我顾灵革命信仰坚定，即便是犯错误了，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。顾林同志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怎么会跟个人没关系呢？党的方针政策，从制定到执行，谁在做？都是人在做，而且也不能说党就不会犯错误。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，也是走了不少弯路的。走弯路犯错误不怕，怕的是不知道为啥犯错误。你以前总是口口声声把党性挂在嘴边，啥是党性？依我看啊，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。而你的问题啊，就是严重脱离了实际。我过去一直认为我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，有一定的理论水平。但是，我是没有真正的结合实际情况来开展工作，造成的结果就是，我一边坚定的革命，却一边给革命带来巨大的伤害。顾林同志，你能有这个态度，这很好。但是我希望你能记住，以前犯左的错误，受害的是我们的同志。可现如今呢，我们现在是执政党，面对城市工作、全面的社会发展、全局的经济建设等等课题，要是再犯左的错误，那受害的就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了。我们革命这么多年为的是啥？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？所以顾林同志，以后坚决不能再犯左的错误。我以后一定结合实际情况来做工作。我多学习，多思考。习书记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不计前嫌、宽宏大量。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那就啥都不要说，拿出你的实际行动来。而且以后啊，一切工作，我想都离不开2个立足点：
一是实事求是，再就是走群众路线。毛主席说过嘛，从群众当中来到群众当中去。群众中啊，有无限的智慧和无穷的力量。那啥是走群众路线？要我说呀，就是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，不讲实事求是，不走群众路线，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。习书记，我记下了。从今往后，我顾里的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边。好，好啊，今天我们就这么说定了，啊，还没吃饭吧？走，咱俩到街上去吃碗面，顺便走走看看。走。哎，那习书记，那今天得我请客。习书记，我们已经开始筹备班禅线上进藏事宜。我和基金梅主任作为先遣分队，会提前进藏，做好准备工作。您还有什么要指示的吗？请坐。到西藏去啊，工作上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：稳进慎重。所谓稳进啊，不是不进，而是要多用思想，多考虑。有些事情应不应该办，办了以后会是什么后果。所以啊，不要怕慢，宁可迟办，也不要急办，而是要用心想好怎么把实际工作搞好。好。我们一定按照这个原则办。到了西藏啊，务必要做到全面的了解和熟悉西藏的各方面情况，要搞好前藏和后藏之间的关系，搞好各民族之间、宗教界上层和下层之间，还有僧俗之间、农民和牧民之间的团结，要求我们每个同志务必要做到。明白，请习书记放心。季锦梅主任，习书记，你们进藏啊是头等大事，有任何需要我们都尽量满足。还有没有什么要求啊？习书记，我们佛爷确实有一个小小的请求。那就说吧。我知道这很为难，所以有点难以开口。既然有要求，就说出来，大家一起想办法吧。我们佛爷希望能带一辆小汽车到西藏。啥？小汽车？这不可能啊！进藏这几千公里的路根本就没有车道，仅有一条翻越戈壁荒滩的崎岖小路，这车怎么运过去啊？不可能吧？可是我们佛爷对这件事很坚持，我和嘉雅大师也没能说服他。习书记，能解决是最好。如果实在不能解决，我们再去做佛爷的工作。不，既然佛爷提出来了，我们就一定想办法给他解决。书记啊，这一路上别说人了，连牛马都不好走，还要过很多雪山，过通天河。我就是再有三头六臂，也不可能把小汽车运过去嘛。车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嘛。当年我们在战场上缴获了国民党的大炮，不都是把它大卸八块，扛着翻山越岭吗？一台小汽车怎么就运不过去啊？我看啊，不行就拆，把能拆的都拆了，用牦牛驮着过去就行了嘛。行，这是个办法。可问题是，进藏以后呢，怎么组装啊？范明同志，大家都说你鬼点子多啊，我看你不是想不出办法，你是不想办是吧？这样，给我开车的师傅啊，以前在苏联的汽车修理厂工作过，你让他再带上2个人，跟你们一起进藏，进藏之后再把它组装起来。感谢习书记，您想得太周到了。走。佛爷有没有说
想要一辆什么样的小汽车？那倒没说，是一辆小轿车就行。哦，范明，我听说你有一辆新的雪佛兰汽车，是吧？这你也知道？有人跟我告你的状，说你一天到晚坐着一台好车，在大街上穿来穿去，威风得很啊！书记啊，这可是冤枉我呀！这是彭老总啊，为了让我更好地开展统战工作，特意奖励给我的。那行，那我看就把你这台车运进藏，给班禅佛爷用。书记啊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是有啥困难吗？好，照指示办。哎，喝水喝水。哎。在座的各位，都是咱们西安民族工商业的翘楚，有几位还是我们的老朋友。薛道武先生，抗战时期就支持我们边区的建设；窦应三先生是辛亥元老，现在是我们市政府的委员；张世金先生拒绝跟国民党去台湾，之前呢又筹集了2000担军粮，支持解放军解放大西北。欢迎大家。现在请习书记讲话。诸位啊，今天我们是群贤毕至，我呢略备薄酒，以表敬意。疾风和暴雨结成知己，然后把生命交给企鹅的土地。镰刀与锤头结成兄弟，然后把生命交给血染的红旗。与信仰相遇，找回生命的远景，不懈崎岖，寻觅真理，为强者点击血色红旗，将信念磨砺，思想火花